对啦，好山好水好空气啊，但你住那干嘛？汐止也有哦，汐止也有富济山庄，伯爵山庄很多啦，真是一概都一大片。因为我们家以前也去看过哦，就想要住别墅了，后来还是算了。很漂亮，漂亮起来是真的很漂亮，但是以现在房地产来说，它就不是强势商品。当然啊，他们的价钱现在也贵起来了。不过市区有标的比它更猛的，然后你干嘛不选市区？它怎样？它涨价也最晚涨哦，它涨幅也输正市区，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买正市区起来放比较理想。那我们现在周期那么长，你不买正市区，你要买哪里？最后还有第6点不好出租，对不对？就很难出租，怎么出租啊？会变成说你挂招租，你请房东帮你，当地房东帮你租，99才等到一通电话，然后99才等到一个人来问，你要拉租金都没机会都拉不高，这个对长期持有来讲很伤。山上的中古透天即使很漂亮，但可以买吗？致命问题让你买了很快就后悔。来买房子该一步到位吗？先说结论，如果你没有刚需了，那我建议你最好分阶段，就是山上中古透天，你有特殊需求，你再买，不然的话都不要去买，比较理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贷款条件不好可以买房自产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山上中古透天可以买吗？今天来聊一下我看到的新闻，蛮有趣的标题我来念一下他写说赶40岁前买房赶着去买了赶40岁前买房，父母要他买山上中古透天，网听完一面倒劝退，绝对后悔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是有一个网友想要用新青安买房子，然后因为他已经40岁了，所以他爸妈就建议他一次到位就直接买一个山上的中古透天，以后都不用换房子，就一直住就好。那他疑惑是只有一个人，然后住在5层楼透天里面会不会太大了？那我会看先猜这个爸妈的轮廓大概这样。首先他们家本来就住透天，所以他们觉得买透天这件事情很 OK。再来，他们突然发现现在房子很贵很贵，而原PO的收入无法买起市区的透天，所以他们当然就会建议原PO，那这样便宜的透天在哪里？看看山上，那你去买山上好了反正山上开车骑车一段时间有 7 什么的好像也还行，听起来好像也合理但我真的不推荐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不建议买山上中古透天。我真的建议如果原PO你还没买的话，你就不要买买了以后很高几率会后悔，这个我敢打包票因为这个山上中古透天集结了我不建议买的2种房子的反正都在他身上一起爆炸就对了。来，第一个透天我之前已经拍过一支影片在讲我为什么不喜欢透天，你还没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反正就是自住的角度你还是买大平层远比透天还好，然后你因为地段的关系房价的关系你买不了大平层，那你就买一般的嘛，然后你一样给它买在市区都比一个什么山上的大房子透天还要理想。第二个老远小的房子为什么不推荐？我有一支影片也讲过这个。那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赚钱啊，才会大涨啊然后也不知道大涨之后它时间持续久不久，会不会突然就没了然后变成说你没涨多少钱这样。对了，我知道你是要买来自住，但是你心里没有在幻想说等你卖掉以后你可以加减赚一点吗？我不相信那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你就买吧，你去山上修仙吧养鸡啊清心寡欲，未来这个台湾的房价都与你无关，这样好像也不错最后你要知道山上中古透天的最大问题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2支影片的内容以外它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你实价登录可能会跑得很慢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动，因为那个地方交易就不热络啊你只要有开车有走过山路应该都知道，那种山上的房子一座山孤零零的几栋而已那你大概10只手指头数得出来那个我知道有那种山上盖大片社区，那个我八卦的时候再讲我现在讲这个山上路边莫名其妙就孤零零的透天房子。所以未来会发生的情况是长这样，就是你要卖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新的那笔实价登录就是你自己10年前买的那一笔对，那你要银行怎么帮你建？你想要开高它都没办法帮你处理了。之前有讲过银行贷款的规则，就是屋主建价跟那个成交价那2个来折低来做贷款的依据，所以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买方的贷款真的都贷不到8成那
银行根据银行规则来对银行来说，它已经给你它建价以下的80%啊，对你来说，这个怎么算一算只愿意贷给我5成4成此时买方会怎样？他会直接去看别间看其他可以贷款到8成的房子，所以你买了以后会很难卖，非常难卖。你不信，你就去看你那个透天山上孤零零的透天，你看那个卖多久了就这样。所以我的建议是，反正你现在一个人住嘛，然后你要买到1000万的房子，那你应该要找的是市区的中古2房或3房电梯如果你1000还买到市区3房，那个可能就更中古，可能屋龄就不是20年，屋龄就是30年，那也没差嘛，你就先把它买起来然后享受完时间带给你的丰厚报酬以后，你后面真的有需要超大空间，你再住到山上的中古透天去，到时候你再去你信不信？到时候的价格应该跟现在差不多反正它那种东西不太会动嘛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山上中古透天可以买吗？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就一个网友40岁要买房子，那他爸妈建议他直接买山上的中古透天，这样可以一次到位，未来都不用换房子。那我的看法是千万不要因为山上的房子虽然很便宜但是它会很难脱手，然后实价登录之后也会跑得很慢。如果你买了以后，就很可能会是你一辈子都绑在这里了你要处理又很难处理这样那搞得住一住以后算了，你自己还是跑到市区去租房子，然后想说把山上那个出租，没有人要来租然后贷款继续烧，你租金也在烧这样，这我们都听过很多所以真的要考虑清楚。比较好的操作是你先买市区的小2房小3房中古的很古也没关系，30几年没关系，1000万应该还是会有拿得下来的物件，然后就等5年10年以后，等到那个报酬以后，你爽，你再去看那个山上中古透天，那时候价格可能会比现在还便宜可能因为它物龄更老，那种东西折旧真的很明显，也可能会涨啦，它涨就是这样，涨得超慢然后发生这种事情再跌超快就不是强势产品，不是强势产品就对了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好，来讲八卦山上的房子不太会涨价那我列几个我想到的问题给你这都是我突然想到我记录的一定还有其他问题我没列到，反正就讲八卦嘛，就来闲聊，就来参考。来，第一个，交通建设几乎没有。你看那个新店安坑就是不是要硬生生要等到什么有轻轨然后才起来嘛？对，山上交通建设几乎会没有的那这个就很致命想要富先修路。你看蛋黄区为什么它之所以是蛋黄区就是因为它交通四通八达，所以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那山上就没有嘛，就你那条产业道路嘛，交通建设的问题就被打个大叉叉了再来第二个，涨价比市区老公寓还晚，大涨周期很容易掉队我上一支影片不是在讲说涨价的那个顺序嘛那预售先涨，新成屋再涨，中古电梯大楼再涨，透天再涨，涨完才涨到公寓，这个山上的东西都排得比这个市区公寓还要更晚，所以大涨周期很容易会发生一个情况叫掉队。掉队的意思就是发生什么状况，一个政令出来或者怎样，好，大涨周期直接结束，戛然而止，那你就掉队了你就没有跟到这次大涨周期，你只能直接就要硬生生等到下一次大涨周期价格都卡在那边都不会动那你这个东西要涨价只能靠什么外溢？外溢是什么？就像新店安坑还不是因为新店太贵了
才大家一直退到这个安坑去，安坑哦，不是深坑哦，不然的话，你看大家有能力选择新店市区的人哦，为什么会去住到安坑去？哦，我不是在讲安坑怎么样哦，钱少的地方还是可以买的地方安坑哦，钱多当然就是尽量往市区去搬这样哦。阳明山别墅群那个不要拿它来讲，那是富豪的世界哦。来第三个，山上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很容易下雨哦，很容易下雨。因为那个云哦低低的，它只要靠到山，它就下雨，不是什么海拔几千公尺的高山啊，就是山区，你不觉得很容易下雨吗？就这样，市区可能都还没下雨，那云就这样飘过去嘛，然后飘到山附近，它就撞到更高的山真正山区的部分，可它就下雨啊，变成说你半山腰的房子也在下雨哦，很麻烦，很讨厌啊。山上的那个房子很容易下雨，这个也不用我讲，你就你爸爸、你妈妈他们经验也是这样。当然我知道它分什么山阳、山阴啊，就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面，但我管它的，交通就现在不变了，还在那边下雨哦。然后第四点，蚊虫很多哦，尤其是虫子哦，因为虫子很大只哦，那个晒衣服哦，你都要小心哦，那个喇牙会那样躲在那个衣服里面，就手掌大的蜘蛛趴在你在晒的衣服上，你在收衣服的时候它已经走了哦，所以你看到你都不会怕。如果你看到它趴在那里，你敢哦，这是手掌大蜘蛛呢，然后冲的又超级快，真的是超靠北。那你冲那么快干嘛？你慢慢走嘛，你慢慢冲吓死谁？你把它赶走哦。对啊，一个小女生怎么办？我们男的没关系，我回去房间里面看有没有 BB 枪，我们来打他。好，那女生怎么办？看到吓死，那件衣服又不敢穿。然后那个喇牙走了，你也不要太开心哦，他会尿尿哦，他尿尿很怪异，就是很臭啊，极端的臭，好像化学的东西，很辛辣的气味，很恶心啊，真的是很恶心。我以前也不知道哦，然后后来才发现干那个是虫子尿尿哦，虫子在喷尿干嘛的哦，那个还以为是衣服没洗干净，没有，那是虫哦，就这样，超大只喇牙，巴掌大，趴在你的衣服上，对啊，那看你能不能接受哦，不然怎样？不然你就是晒衣需要全部给它封起来。哦，要封纱窗或干嘛？那干嘛嘞？你晚上那个阳台灯一开，或者你家里落地那个虫子很多，真的很多，很恶心啊！就是要一直去处理虫子的尸体什么的。哦，然后在第五点，房子很难维护哦，真的很难维护。它的那个漏水的几率会高市区的房子好几倍，就容易下雨嘛，对不对？然后在山上，而且山上的漏水就算了哦，市区房子在长壁癌，它也长，同时还长青苔，就很烦啊，真的很烦。我现在看山上房子，除了那种真的是豪宅别墅故意盖在山上以外，一般居民在住的我都很讨厌，我都很不喜欢哦。所以山上房子缺点那么多，自住投资它都不香啊，除非你有特殊用途，比方说阳明山的那些富豪的招待所哦，不然你干嘛买到山上去？或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离群索居，你就是喜欢怎样种豆南山下，不然的话你去买这种房子干嘛？以前大概20年前，有一阵子很流行这种房子哦，对，它就盖在山上，然后一盖都是一大片，对不对？比较年纪的人，40-50岁的人一定都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屋龄大概都20几年，还没有到30这样。像新店就有青山镇、玫瑰中国城、台北小城、绿中海很多，对不对？这很特别，你就直接 Google Map， 你就打新店，我随便讲新店绿中海。你开 Google Map， 然后你用卫星图，我靠，那一大片房子都在山上这样啊。那基隆七堵也有什么绿叶山庄、丽景天下，那一盖都是一大片的房子它刚盖好一定很漂亮现在的话你自己去看，那都很容易下雨啊，是不是都有那个黑黑脏脏旧旧的，就下雨，然后那砖缝会流黑色水什么的，看起来歪哥齐刷哦。然后再古老一点，像阳明山也有一个什么天籁社区嘛，阳明山雾气又大，你知道，那变成说它外墙瓷砖铺了一个褐色、绿色的像青苔一样东西，被我形容好像很恶心，其实没有，你自己拉那个 Google Map 街景你去看，就是外面好像都有附一层像森一样的东西，这就山上房子就长这样了对啦，好山好水好空气啊，但你住那干嘛？汐止也有汐止也有富济山庄伯爵山庄，很多啦，真是一盖都一大片。因为我们家以前也去看过就想要住别墅了，后来还是算了。很漂亮，漂亮起来是真的很漂亮，但是
以现在房地产来说，它就不是强势商品。当然啊，他们的价钱现在也贵起来了。不过市区有标的比较更猛的，然后你干嘛不选市区哦？它怎样？它涨价也最晚涨哦，它涨幅也输正市区，所以我还是建议哦，你买正市区起来放比较理想。那我们现在周期那么长，你不买正市区，你要买哪里？最后还有第6点哦，不好出租，对不对？哦，就很难出租，怎么出租啊？会变成说你挂招租，你请房东帮你，当地房东帮你租，久才等到一通电话，哦，然后久才等到一个人来问，你要拉租金都没机会，哦，都拉不高，这个对长期持有来讲很伤呢，因为你就没有租金收入嘛，所以我认为还是正市区比较好，哦，正市区比较好，因为你要长期持有，所以当然是持有正市区。那比较贵没差，你就买比较小的或比较老的房子但它就在正市区嘛。我以前有个同事还讲他就是住新店的山区，不过不是安坑吧？我忘记了这真的很山上就是他后面他的社区的后面就是那个什么步道之类，我们那边玩在那边拉那个 Google 街景这样，那人就看到登山客然后像那种地方的房子，就是他说他晚上还在那个社区那边看过穿山甲保育类动物穿山甲，就是这么山上那个还是电梯大楼，这么山上对啊，就不喜欢那你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呢像你住山上来，你交通通勤去上班，你怎么上？开车、骑车这个都时间都非常的久，那非常的久变成什么？就是你会有大量的时间都耗费在那个交通这上面，除非你又很有心又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可以做，你可以用手机做很多生产力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是纯开车纯骑车，实在是很浪费光阴，我觉得最佳解可能会被你搞到你要在市区再租一个小套房，然后自己住。对啊，山上的房子知道呢，就是不太喜欢给你参考。